欢迎探索欧利亚生活，也被我生吓到喽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自己平常在看的 YouTube 影片啊，到底花了创作者们有多少时间拍摄呢？刚好呢，我今天要来开箱台东广泰 SOGO 的王牌樱花影城，我会把所有 NG 的片段一起放进去，这样子的话，大家就会知道这个答案。好，那大家首先来看到这里是电梯，对不起，大家首先看到这边是电梯的出入口。对，如果是你要搭电梯上来影城的话，以前就在这里，以前这边叫做华威影城。那后来因为 COVID-19 疫情的关系啊，这边就暂停营业了。对不起，这边在疫情前叫做华威影城啊。那疫情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个时候封城嘛，然后很多，对不起，没有封城，我错了啊。这边在 COVID-19 疫情前叫做华威影城。那个时候疫情不是因为，等一下，这里在疫情前呢叫做华威影城。那因为 COVID-19 疫情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不是有很多的限制嘛，电影院啊什么很多公共场所都不能去嘛，所以那个时候戏院的生意也大受影响。那华威影城在那一段时间就歇业了。对，那这个王牌樱花影城是后来再重新开业的，在装修上呢，对不起，华威影城时代的时候，这边的配色是属于暗色系的，就是深咖啡色啊、黑色的那种装潢，有点像微秀嘛。我觉得应该比微秀再更暗色系一点。那我今天上来的话，我看到王牌樱花影城这边是完全变成亮色系，就是白色的。那不过电梯的出入口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，对，这个地方是完全动线是完全没有变的。然后另外一面呢，有很多的电影的海报，还有一些当下电影的一些人物的一些立像吧。也就是有时候你们会在电影院里面会看到，譬如说在演漫威电影的时候啊，就会有一个等比高的钢铁人在旁边这样子，或是美国队长在旁边。当时华威影城就是会放在这个地方，以后应该蛮有可能也会放在这里。你看这边都是一些老旧电影的一些老影星啊，像是有卓别林，然后希区考克，丽莲梦露，当然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啊。你们有认识的，请在留言区下面跟我说，好吧？这边转角在以前华威影城的时候啊，我记得好像是一个类似像大厅的地方嘛。那这边是有很多的沙发，可以坐。可是我现在看王牌樱花好像把这边封起来了，我不确定我的记忆有没有错啦。我记得是这样，没有错。我觉得很感动，再来一次好了。那电梯出来之后呢，后面这一块以前在华威影城的时代，这边是一个大厅，就是往后一整块是一个大厅，有沙发啊，然后还有贩卖处啊这种。以前华威影城时代的时候啊，在我后面的这一块啊，它是一个大厅，有很多的沙发，然后售票处都在这一块。那现在王牌樱花好像把这一块把它封起来了，我不确定后面是做什么的啦。现在的售票处变成在后面这里，这边是现在的售票处，我在售票处前面的小广场吧，算吗？就不算，重来一次好了。那这边是手扶梯侧，你如果要从百货公司逛街，然后从手扶梯上来影城的话，就是从我后面这个方向，然后呢，在我90度转后这个方向就是现在的售票处。好，这边是王牌樱花影城的，应该是拍贴区吧。以前的话，华威影城时期这边好像是放扭蛋，这边有非常多的扭蛋。然后我们刚刚有看到扭蛋在这一边，太卡了，重来一次。这边印象中，以前在华威影城时期的时候，我记得是扭蛋区。那现在在王牌樱花，他把它弄成拍贴区了。拍贴区，等一下。我又卡了。这一区以前在华威影城时期的时候，我记得是，等一下啊，这一区以前在华威影城时期的时候啊，我记得这边是扭蛋区，这边有非常多的扭蛋。那现在王牌樱花好像把它改成拍贴区了。扭蛋区我刚刚有经过，在这个走廊的另外一个尽头，不过没有以前华威影城那么多，大概就几台而已吧，因为没有很多。其实
这种拍贴在我以前高中、大学的时候还已经流行过了，我以前有拍过了，不过后来就退流行了，所以像这种拍贴机器啊，以前在我高中、大学的时候蛮流行的，我以前也有跟朋友去拍过，不过后来退流行了，所以就销声匿迹了。应该我不确定有没有20年不见踪影，不过我相信10几年应该有，我确定10几年应该有。然后一直到最近这几年啊，又冒出来了。不过我好像已经过了那个对拍贴会有兴趣的年纪了。然后我觉得这边很棒的一个点啊，就是我觉得王牌映画的这边有然后我觉得这边很棒的点是，这里是拍照的好地方。看，在我的两侧有这种这么大的落地镜，然后还有盆栽，对，然后采光也蛮好的。以前在华为以前时期，它整个光线都是偏暗的，所以拍起来很容易糊糊的。对，那现在这个明亮的光线跟干净的摆设，我觉得这个是自拍非常好的地点。等一下我一定要来好好的拍一拍。好，我现在要去买票了。以前在华为以前时期啊，这边让我觉得最喜欢的点是，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小的放映厅，也就是不是像那种微秀那种就是好几次拍的那种，对，没有好几次拍，对不对？我说错了。以前华为以前时期啊，我最喜欢这边的点就是他们这边都是小的放映厅，也就是有点像那种家庭剧院这样，大概10几20个人就坐满。我觉得比较有那种温馨的感觉啊，不会像那种大的放映厅，像微秀啊或其他的那种大的戏院，会有那种很压迫感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比较有那种小温馨的感觉。赘字太多了，重来。我等一下去买票了。以前在华为影城时期啊，我最喜欢这边的点是，他们这边都是小的放映厅，就是大概10几20个人就可以坐满那一种。跟我们常看到大的放映厅比起来呢，这边我觉得温馨感，对，就更温馨啦。什么来着？以前在华为影城时期啊，我最喜欢这边的点就是这边都是小的放映厅，那小的放映厅就是所谓大概10几20个人可以坐满的那一种。对，跟我们常看到那种大的放映厅比起来呢，我觉得比较温馨，然后也比较轻松一点，应该是说比较有点像家庭剧院的感觉啦。不过很可惜，后来华为影城关起来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去体验这种感觉了。今天呢，回到这个王牌映画影城，不是回到，等一下。那今天呢，王牌映画影城重新开幕了，我就来看一下原本的小放映厅是不是还是一样的状况。那现在呢，让我等到王牌映画影城啊，对，虽然是已经是不同的名字，但是是同一个场地嘛，看一下，对，我原本喜欢的那些小的放映厅是不是格局还在？我要看电影了。一共是9排坐第6排中间可以吗？好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买好票了。9点40，现在我看一下几点啊？现在才6点38。我先去楼下吃个饭好了。不过我觉得啊，跟华为影城比起来之后，对不起，再来一次。我刚买票啊，我觉得跟华为影城的时候比起来，速度快很多欸。以前华为影城真的那个，对不起，我刚买票的时候，我觉得工作效率，刚买票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工作人员的效率真的是快很多啊。以前在华为影城常会有那种买票然后要等很久，然后那个电影的副餐也等很久，对，就出不来这样子。至少就刚刚买票，我觉得速度还蛮快的。等一下我拿配餐的话，等一下我拿饮料的话，我再来看一下是不是还是一样快。OK， 现在呢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帮影片拍封面图。我现在正在找适合的光线的地方。重来一次，我现在还要再做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帮影片拍封面图。因为呢，好的封面图可以增加观众的点阅的几率。我现在呢要帮影片拍封面图。封面图有几个重点，就是要够吸睛，然后光线要好。对，我现在要帮影片拍封面图。那封面图呢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好的封面图可以增加观众想要点的动机。
所以我要找一个好的光线的地方，然后要有好的背景。好，刚刚看到这个电影光了，我觉得应该是个不错的背景，所以呢，这次的封面我就决定要以它当做我的背景了。我觉得还是不够好，再来一次。好，看到这个就是一开始的电影光廊，我有介绍过。那我就决定这一次要用这个电影光廊当做我的封面的背景。好，时间差不多，我要准备拿饮料入场了。哦，拿到咯。现在速度比以前快很多诶。看看影厅是不是跟之前一样呢？好像变成大厅的嘞。酷酷哦。我最喜欢的小厅不见了。等一下电影开始后我就不能录了哦，所以大家忍耐一下，等电影结束后我再跟大家讲，好不好？好啦，电影结束了，我现在在等电梯。我好像最后一场。我觉得变成大戏院之后啊，少了一点之前华威影城的那种家庭味。不过声光效果是比较好啦。电梯来了，我准备下去了。等一下来看看呢。NG 的画面占了我全部拍的画面多少？经过这次的影片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拍 YouTube 影片有多辛苦了吧？所以之后呢，当大家在看 YouTube 影片的时候呢，请不要忘了多给这些创作者一些掌声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看我更多影片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